第二课，情绪勒索的常见类型与模式。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？朋友，我最近真的很失落，你怎么都不来找我？还是你根本不把我当朋友？家人，我养你这么大，这点小事都不帮，算了，反正你长大了，不再需要爸妈了。恋人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不会让我难过。同事，你这么早走，这么不顾团队精神吗？这些话听起来耳熟吗？你可能没想过，这些话的背后，其实藏着一种无形的操控、情绪勒索。在第一课中，我们认识了情绪勒索的基本运作模式。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拆解，到底是哪些人在勒索我们？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？甚至我们自己是否也曾经无意间勒索别人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进入情绪勒索的犯罪现场，来看看这些勒索高手都是怎么玩的。施勒者的4大类型。并不是所有的情绪勒索者都一样，他们各有不同的手段、风格，有的让你愧疚，有的让你害怕，有的让你觉得不爱他就是十恶不赦。心理学家将他们分为4大类，我们来看看你身边是否也有这些人。受害者型，你让我好难过。这类型的人最擅长的武器就是眼泪与委屈，他们会让你觉得，如果我不顺从他，他就会很可怜、很受伤、很痛苦。诗婷是一位孝顺的女儿，但最近她接到了一个国外工作的机会，薪资优渥，是她梦寐以求的发展。但当她回家告诉妈妈时，妈妈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。你真的要丢下我一个人吗？我辛苦养你这么大，你现在要离开，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。诗婷顿时陷入挣扎，明明知道这份工作对自己的未来很好，但妈妈这么说，她怎么忍心呢？受害者型的关键字，你让我很痛苦，都是因为你。如果你离开我，我就完了。加害者型，你这么做后果很严重。这类型的人擅长用恐惧来控制你，让你害怕他们的愤怒、冷暴力，甚至可能有更严重的后果，分手、绝交、辞退等。永强和女友春美交往了3年，最近永强想要跟朋友去露营，但春美听了却生气地说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就不会想跟别的女生出去玩。永强解释，这只是普通朋友的聚会啊。春美眼神一变，好啊，那你去吧，反正你玩得开心就好，我不会再管你了。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也不要回来找我。永强顿时头皮发麻，他不是不爱春美，但这样的威胁让他觉得无所适从。加害者型的关键字，
如果你这么做，你就完了。我要跟你绝交，你一定会后悔。3、自虐型，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就……这类人会用伤害自己来让你就范，不管是情绪崩溃、绝食，甚至更极端的行为，目的就是让你害怕拒绝他的后果。子柔的男友世杰性格有点极端，每当子柔想要多点自己的空间时，世杰就会发疯似的打电话、传讯息，甚至说：如果你真的不想见我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子柔内心虽然很累，但她不敢离开，因为她怕世杰真的会做出什么傻事。自虐型的关键字：如果你走了，我就不活了。你真的忍心这样对我？没有你，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。4、冷暴力型，随便你，反正你不在乎我。这类人不会大吵大闹，而是用冷漠来惩罚你，让你感觉自己像是坏人，最后忍不住顺从。冠宇的好朋友国亮，最近因为一件小事和他有点争执，结果国亮开始对他已读不回，冷淡疏远，甚至还在朋友圈里说，有些人啊，真的是太自私了。冠宇心里很难受，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，最后只好主动去道歉。冷暴力型的关键字：随便你，你自己决定吧，我不想说了。你应该知道我在生气。2、常见话术解析：如果你爱我，你就该。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情绪勒索，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爱我，你就该。如果你爱我，你就该帮我。如果你是个好孩子，你就不该让爸妈失望。如果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，就该留下来加班。这句话的陷阱在于，他把爱变成了一种交换条件，让人无法拒绝。但真正的爱应该是自由的，没有威胁的。3、你是否也无意间勒索别人？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这些人真的太可怕了。但有没有可能，其实我们自己也曾经无意勒索过别人呢？当朋友没有马上回你讯息时，你会不会说，你是不是不在乎我？当伴侣拒绝你的请求时，你会不会说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就不会这样对我？情绪勒索有时候并不是出于恶意，而是一种习惯，一种潜移默化的沟通方式。所以，当我们学会辨识别人的勒索手法时，也要反思自己是否曾经这样对待过别人。结语：爱与自由才能让关系更健康。情绪勒索是一种隐形的操控，它让关系变得沉重、不自由，让我们在愧疚、恐惧与压力中妥协。但真正的爱不应该是捆绑，而是彼此尊重，互相理解。